该死的系统，不是说我完成了100次任务就送我返回蓝星吗？这特妈是什么破地方？我也没想到传送坐标点误差了0.00001，居然把你传送到了末日丧尸世界了。不过作为补偿，我决定送你5个兽人丈夫，他们会保护你在丧尸世界好好生存下去的。5个丈夫？没错，末日世界女性数量锐减，男性虽然觉醒了异能，可以转变成兽类。但只有女性的精神抚慰能控制男性的兽化程度，要是100%兽化，他们就真的变成没有理智的野兽了。所以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拥有5个丈夫也是很正常的。这到底哪里正常了？只要你能抵御丧尸，在这里完成建立王国、成为女王的任务，你马上就可以回家了哦。什么？我还要当女王？这次的任务也太艰难了吧！不行，系统必须给我兑换一点金手指。哎呀，这我也没办法啦，规则就是这样的嘛。金手指当然会有的，不过现在你的丈夫已经来找你了哦。找到你了。好帅啊！你是来带我回去的吗？救你！萧雨辰，你拔光我身上所有精灵，让我生不如死。我这次来是送你下地狱的。系统，快出来！救命！糟了，原主的仇恨值太高，你的受父阿史那想要趁着你私下出城的机会，彻底将你抹杀。警告：目标人物好感度降至仇恨值，当前宿主处于极度危险状态。你到底干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啊？怎么，你看不惯我，觉得我太残忍了？不敢，但就因为您姐姐的一句话，您就对我们几个下死手，这不公平。谁让你们在萧庭雨嫣面前丢了面子，你们就该罚。而你们没资格在妻主面前要公平。我错了，恳请妻主责罚。知错就好，那我就罚你拔除金灵。妻主，鹰族最贵重的就是金灵，没了它，阿史那的力量大打折扣，还会受反噬之痛啊！哼，那又怎么样？我是你们的妻主，我要你们去死！你们敢违抗我的命令吗？杀了你，死的也只有我一个，否则他们4个都要死！我宁可和你同归于尽！竟然敢暗杀妻主，该死！为什么？雨辰，你就别装了。圣骑士的金剑是由精神力构建的，只能射杀雄性和丧尸，对你可没用。我是失血过多，有点眩晕，所以才躺在他怀里休息一下的，绝对不是因为想吃他豆腐啊！不过你还真别说，阿史那的身材还蛮不错的，看上去清瘦，其实线条分明，暴击身材啊！他本来就是你的丈夫，你想怎么对他都行。不过刚才我看见他竟然想杀你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被维护秩序和法度的圣骑士看见了我要杀妻主，看来我今天是必死无疑了。薇薇安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是我让他掐我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就是喜欢玩点刺激的嘛，这种窒息的快乐你不懂。你城外很可能发生丧尸潮，还是太危险了。
我派人先护送你回城。不用了，我让阿史那送我回去就好了。别忘了，他可是会飞的。他真的没有伤害你。按照先行律法，胆敢伤害妻主的兽人，都要立刻处死。放心好了，他绝对不会伤害我的。你说是吧？阿史那不敢。你应该还能飞吧？现在就走。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护送妻主回去。哇，这就是飞一般的感觉吗？你刚才为什么要救我？就当是我拔掉了精灵道歉吧。现在我们扯平了。你宿主，你的第一个任务出现了，拯救被原主卖鸡斗兽场的蛇夫风雨墨。请问宿主是否接受该任务？接受。现在不能回去，快送我去斗兽场。再晚，风雨墨就要死了。什么？我就知道，风雨墨是被你卖给了斗兽场。你知不知道，兽人去了斗兽场的下场是什么？斗兽场是城西设立的地下场所，罗列便衣兽人进行捉对厮杀，实力弱的兽人根本活不过3天。风雨墨是最低等的蛇族，他去了斗兽场，必死无疑。我现在已经后悔了，所以赶快送我去斗兽场，我可以花钱把它赎回来。去晚了就真的来不及了。希望你说到做到。开门，把他拖出来。长得确实不错，更难得的是，你昨天和黑豹兽人打了一架，竟然还能活下来。要杀就杀，少废话。找死！一个卑贱的蛇族兽人，竟然敢这么和金花娘子说话！要杀你的人可不是我，是把你卖掉的妻主。对方可是说了，虽然是活的，但就算你死了，他也绝不会来找麻烦。萧雨辰，看在你这张脸的份上，我今天就给你一个好处。正好他们捕获了一只5级丧尸，到时候一定能让你死个透彻。把那只丧尸推出来。等会儿他把你撕成碎片的样子，一定很有趣。今天的门票又能赚个盆满钵满了。打开计时器，10秒钟后就把那头5级丧尸放出来。是。卑贱的蛇人，你就在这儿等死吗？就算是死，我风雨墨站着死。风雨墨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来看我怎么死的吗？好美的一张脸啊！不是，我后悔了，我要把你赎回去。什么？哼，萧雨辰，你别以为自己是公爵的女儿，就能在我的斗兽场闹事。太好了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，我可是这片土地的持有者，约克公爵的2女儿，身份尊贵，一般人可惹不起我。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解释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罢休的。解释什么？他本来就是我活当给你的，随时可以赎回。我现在就要把他带回去，你不同意，那就违反了帝国法律。该解释的人是你吧？萧雨辰，整个北境谁不知道你穷得叮当响？公爵给你的钱，
你都花到10年后了吧？你有钱赎回这个蛇人吗？什么？原主不仅人缘不好，还是个穷鬼，这下彻底完蛋了。没钱？那你是准备来我这儿闹事了？你再坚持一下，他会带你回去的。阿史那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了？这个恶毒的女人只会想办法折磨我们，就像现在一样，给了我们希望，再让我们更失望。我觉得她好像不一样了。那你说她打算用什么把我赎回去？用这个够不够？这是公爵在你生日时候送你的红宝石项链，够，当然够了。这个卑贱的蛇人你可以带走了。至于你用精神力杀死的5级熊人丧尸，我也不用你赔了。我说过，我会带你回家的。他的体温越来越高了。我觉得和我差不多啊。他是蛇族兽化人，体温平均保持在30度，和你差不多，已经是高烧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必须离开城镇，去猎捕丧尸。只有丧尸的晶核才能治愈他，也只有晶核，才能让我的金色鳞羽重新长出来。以前的事，是我不对。如果你们都需要晶核的话，那我们就出城去杀丧尸。你愿意出城？你以前说过，是公爵的女儿，绝对不会去丧尸堆那种恶心的地方。那不是以前吗？我现在已经知道错了。如果不去杀丧尸，你们等级不提升，而我兽夫的实力这么弱，我也会被人笑话的。那好，我去通知其余人，尽快出发。好，那辛苦你了。今晚我留下来照顾风雨墨，你也赶紧去休息吧。系统，我已经完成任务了，快给我看看奖励是什么。成功从熊口里救下风雨墨，进化值+1。+1？我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人，你就给我加1点进化值。宿主，进化值是很珍贵的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！我没工夫听你说这些，受死吧，系统！你是说我那个愚蠢的妹妹，在斗兽场救走了风雨墨？不错，而且她似乎让阿史那对她改观了。我能感觉出来，阿史那现在很信任她。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兽夫罢了，就算他重新对我的妹妹宣誓效忠，也不会影响大局。新一任的北境公爵，只能是我。3个月之内杀了你的妻主萧雨辰，你能办到吗？大小姐放心，只是希望到时候大公主能够答应我，在她死后将我纳入你的后宫。放心，我说到做到，你也不要让我失望。谁在外面？大人，萧雨辰带着风雨墨回到了别墅，而且说过2天就要出发去城外猎杀丧尸，取晶核为风雨墨疗伤。我那个蠢货妹妹，竟然有胆子离开维斯托卡城了。我上次怂恿她去沙漠采摘暗血玫瑰，又引来了沙狼围攻，没想到她竟然被阿史那救下来了。既然失败过一次了，那么这一次就让她彻底留在城外吧。如您所愿。好香啊！好痛！七主，你没事吧？好帅的男人啊！我没事，不好意思撞到你了。阿史那说您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，
看来是真的。要知道，从前的您可是永远不会和我们道歉的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是变态。啊！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确实变了。您饿不饿？我为您做了早餐。雨墨好些了吗？我也为他准备了牛奶。我说怎么这么香呢？他一直都在昏迷，伤口也没有愈合。没有丧失体内的金壳能源，他的伤是不会好的。阿史那已经和我说过了，要是我不把钱乱花，现在还能为他买一些晶核。除了晶核，还有别的办法让他好受一点吗？听说有一些雌性会进化出治愈功能，但原主肯定没这个能力，他的精神力只有 F 级，别说是进化出治愈了，就连安抚雄性兽人都很费力。宿主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昨天获得了一点进化值哦。你是说，我可以进化出治愈能力？没错，进化值可是很珍贵的，你赶紧试试看吧。这安魂曲对风雨墨有用吗？当然有用啦，他现在昏迷不醒，明天他就能自己醒过来了。那好，我试试看。我已经借到车了，我们马上就能去出发去城外狩猎丧尸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等等，我们现在还不能走。为什么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我们的妻主害怕了，不想为了风雨墨这个卑贱的兽人去城外冒险啊！不会的，他昨天晚上明明答应过我。阿史那，你真是蠢得可怜。他哪一次不是答应我们？可是第二天就开始推三阻四。他宁愿为了找暗血玫瑰出城，也不会为了风雨墨的命去狩猎丧尸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和我解除魂器吧，我会带着风雨墨离开维斯托卡，否则拖延下去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你宁可看着他死，也不肯和我解除魂器。不是，我是想问，解除魂器是什么意思？不是，我是想问，解除魂器是什么意思？你敢耍我！阿史那，你疯了吗？伤害妻主，你会被魂器撕成碎片的。而且我说过，他和以前不一样。不是哥们儿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解除魂器啊！不知者无罪，听说过吗？宿主，解除魂器就相当于结婚证，你和这5个雄性兽人都是立下过魂器才结成伴侣的。他们要是敢伤害你，就会被魂器反噬，生不如死。雄性契约想要离开宿主，只有解除魂器。那这么说，魂器保护的不是我吗？那他们还敢这么嚣张？看见了吗？他当然知道什么叫魂器，只是在装疯卖傻而已。真的不想救风雨墨？当然不是了，是我最近觉醒了精神异能安魂曲，能够暂时让他的精神状态好一点。我是想说，你们等我施展完安魂曲，再带他出城去找丧尸。精神异能，安魂曲。为了不离开维斯托卡，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口。哈哈哈哈！你虽然是公爵的女儿，可你只是一个 F 级的废物雌性，你怎么可能觉醒精神异能？你不让我试试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再拖延下去，他就彻底要兽化了。风雨墨，拜托你们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大人，萧玉晨阻止了众人离开维斯卡托，宣称自己进化出精神异能安魂曲，能够治疗风雨墨。你说什么？我那个 F 级的废物妹妹说自己觉醒了异能安魂曲，那可是 S 级的治愈异能，就凭她？但是萧雨晨言之凿凿说自己能治好风雨墨，如果是真的，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就连我都不过是 A 级而已，他凭什么觉醒 S 级的异能？不过是不想离开维斯卡托去城外捕猎丧尸，编出来的借口罢了。还是大人睿智。那
天玄大陆虽然以雌性为尊，可是连自己的受夫重伤垂死，都没勇气去为受夫捕猎丧尸的雌性，一样会被人鄙视。这种丑事，我的母亲大人怎么能不知道呢？为我更衣，我要和母亲亲自去探望我那个蠢货妹妹。是。我愿意相信他。我看你简直是疯了！他的精神力只有 F， 你竟然相信他有 S 级异能安魂曲？我也相信雨辰。你也疯了吗？我相信雨辰没有骗我们的意义，施展安魂术也不需要多长时间，不是吗？我不怕，我可是有系统的，经历过100次任务，系统靠不靠谱，我还不知道吗？那么，就请七主为雨魔治疗吧。住手！住手！这场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公爵大人，母亲，雨辰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维斯卡托流言纷纷，都说你能施展安魂曲，甚至就连我都听到了消息，不得不离开城堡来找你。我也没派人到处宣扬啊，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？妹妹，我听说你的丈夫风雨墨被你卖给斗兽场受了重伤，必须要丧尸晶核才能治愈。你不想离开维斯卡托，就故意编造出自己能施展安魂曲的事。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，又能瞒得了多久呢？雨辰，你姐姐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雄性兽人虽然身份低劣，可他们已经和你结下魂契。你如果连自己的雄性都保护不了，你让我如何相信你有能力保护维斯卡托？雨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不行，系统的任务是让我成为这片大陆的女王。要是连约克公爵的维斯卡托城邦我都继承不了，那还当什么女王啊？妹妹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等风雨墨死了，我们可以对外宣称他抢救无效，你那个安魂曲的拙劣谎言也就不必再撒下去。谁说我在撒谎了？倒是你，怎么对我的事情这么了解？大姐，你不会一天到晚闲得没事就只关注我每天的吃喝拉撒吧？你，母亲，安魂曲的事我到底有没有撒谎？你让我试试不就行了？小心！他已经完全兽化，攻击性比平时强了1倍不止。保护母亲，不计一切代价击杀风雨墨。死在自己兽化的丈夫嘴里，真是为你专属设计的最好结局。风雨墨，别怕，我说过我会救你的。让开！风雨墨现在已经完全兽化，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你这么冲过去会死的。你知道风雨墨丧失了理智，他真的会杀了雨辰的。就算拼得重伤，也一定要救他。七主既然说他能做到，我们就应该相信他，不是吗？葬身在自己丈夫手里，就算是在天玄大陆，也算得上是丢人现眼的死法了。萧雨辰，这种窝囊废的死法倒是很适合你。可怜的雨辰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对待自己的丈夫不能这么粗暴和残忍。都怪我当初没有管教好你。这一切都是妹妹自作自受，和你无关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您必须赶紧离开这儿。你妹妹不能就这么屈辱的死去，这条兽化的黑蛇必须得死！护卫，动手！
这是 S 级治愈异能安魂曲。这不可能！小甜甜，他只是一个 F 级的废物，怎么可能用得出安魂曲这种高级技能？假的，一定是假的！不会有错的。我曾经在帝都见过安妮公主使用过，这就是安魂曲。无论多么狂躁的兽人，都会被安魂曲抚慰。雨辰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死女人，适可而止。不好意思啦，可是我又不是故意的，还不是因为要给你疗伤吗？宿主，我都看见了，你根本就没觉得不好意思，你还故意摸他的腹肌。我辛辛苦苦为他治疗，就是摸他2下腹肌，奖励一下自己，已经很便宜他了吧？没想到宿主还是个小色女，食色性也，你没听说过啊？好了，废话少说，风雨墨他应该没事了吧？宿主你放心吧，他的兽化程度已经减轻很多，暂时不会出问题了。不过身体上的伤害还是只能依靠捕猎丧尸获取晶核才能治愈了。现在请宿主接受新任务，前往荒野捕猎丧尸，获取20块晶核，并且利用晶核彻底治风雨墨。任务奖励：随机技能点觉醒新的 S 级技能。好，我接受任务。你真的治好了风雨墨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可是很厉害的。谁知道你这个女人打了什么心思？你也是我的丈夫，要是就这么轻易死了，说出去，我是会被人笑话的。我就知道，你只是为了你自己。所以，就算是为了我，你也千万要好好活着哦。你大功告成，至少你的外伤我都给你治好啦。好孩子，母亲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长大的。谢谢母亲。对了，母亲，我想和我的几个丈夫一起离开维斯托卡，前往城外的荒野猎捕丧尸。一方面是他们需要晶核增强自己的力量，另一方面是我想为母亲找到珍稀的龙血花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您。宿主什么时候有这个打算？竟然准备去找龙血花了？我也是听其他人说的，龙血花很珍贵，吃了能够暂缓容颜10年衰老，增强人的寿命，哪有女人不喜欢的？说出来讨好约克公爵，她肯定觉得我有孝心。好孩子，母亲也为你骄傲。萧雨辰，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想去荒野找龙血花讨好母亲是吧？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！还以为去荒野要风餐露宿呢，有了这3辆马车，这下在荒野应该能过得舒服点了。宿主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世界的荒野是很危险的，外面到处都是能够感染人的丧尸，要是被咬一口，就算是你也会变成丑丑的丧尸哦。系统，你可别忘了，我是顺利完成了100个任务，打破了你们主系统的最高纪录，区丧尸不在话下。糟了，差点忘记，她可不是娇滴滴的2小姐，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哇，这4个帅哥简直各有各的风姿，各有各的味道。原主到底是怎么舍得虐待他们的？人已经到齐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一直很想知道，我不是有5个丈夫吗？还有一个呢？妻主不记得了吗？我们5个人当中，你最讨厌的就是苏晨晨，她本身就是兽化了猫科动物，也不愿意待在家里，所以就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？那还能把她找回来吗？哼，找回来干什么？让你继续虐待她吗？你不会是忘了自己打断了苏晨晨的后腿吧？虽然知道原主是个残暴的人，但活生生打断猫咪的1条腿，这也太坏了吧！你好，人坏，那他断了1条腿，在外面怎么生活啊？如果打断1条腿就能离开你，我求之不得。看来这几位兽夫对我还是警惕心很强啊。那是以前的事了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要是你们知道苏晨晨在哪儿，一定要告诉我，我可以亲自接她回家，好吗？苏晨晨生性警惕，平时也不怎么和我们联络。不过要是看见她，我们肯定会让晨晨回来的。你现在倒是成了他的走狗了。秦朗，想打架是吧？我随时奉陪。哼，打就打，你以为我怕你这只土毛鸡？等等，你们要打架，有没有问过我的意见？别忘了，我可是你们的妻主，没经过我的允许，擅自在维斯托卡城战斗，是会引来骑士判决的。你们别忘了，这次出城捕杀丧尸收集晶核，一是为了给风雨墨疗伤，二来也是为了提升你们的实力。
要是有人不服从我，那就不要去了。你敢威胁我？秦朗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他的威胁确实很有用。说什么？按照天玄大陆的法律，如果没有七主的允许，兽人雄性不能离开城邦，以免发生兽化无人控制。你不会忘了吧？什么时候也站到他那边去了？这是天玄大陆的规则，没人能够违背。好了，既然我的话管用，那以后就都听我的。现在我颁布的第一条命令呢，就是大家统统上车。你们不想去城外了吗？我们必须要在一辆马车里吗？后面2辆马车堆满了食物和各种生活用品，没你们4个大男人坐的地方。要是你们不想上车，自便。宿主，要是他们真的不来了怎么办？急什么？我数3下，1、2。看见这4张帅脸，我怎么感觉自己什么烦恼都没了？难道这就是点男魔的快乐吗？不是吧？你们是打算出城之后一句话都不和我说吗？你是不是故意找茬？明明是你说，如果迫不得已和你出现在同一个空间，我们都不准说话，否则就用鞭子抄到我们闭嘴为止。我以前这么残暴吗？七主，不记得了？糟了，不会被他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了吧？我上次出城受了伤，确实有些东西不记得了。不过打你们是我不对，我给你们道歉。我们可不敢接受你的道歉，免得遭来一顿更狠的毒打。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他们对我敌意太深，必须想个办法化解。系统，给我兑换一副扑克牌出来。扑克牌积分5点，现在就为您兑换。以前的事真的是误会，不如我们现在来玩扑克吧。扑克是什么？没兴趣。哼，这些纸也能玩？你们要是有人赢了我，就可以离开这辆马车，自由在外面行走。怎么样？这下有兴趣了吗？3带1，我出完了，看来这次又是我赢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是你赢？你是不是作弊？胡说！你们4个人盯着我，我怎么可能作弊啊？秦朗，这次又是你输的最多，看来这个终极惩罚只能落在你身上了。秦朗的伤才刚好，要不然还是我来吧。他也受伤了。我们几个人，有谁能在你手底下毫发无伤的活下来吗？从前是从前，我们不是说好了不再旧事重提了吗？用不着阿史那你来装好人，你想怎么惩罚我？抽打50鞭，还是跪在地上给你当脚垫？还是去外面拉车？还是……司道普，你说的这些惩罚是人能想出来的吗？这不是你经常用的手段吗？我都说了那是从前，现在的话，我给你的终极惩罚是在你脸上画一朵小花，这个油彩笔3天内都会在，绝对擦不掉的哦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动笔了。奇怪，为什么他身上有一种好香好甜的气息？我的心为什么会跳得这么快？画好了，你放心，其实还是挺好看的。愿赌服输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，不能耍赖皮。好像和从前真的不太一样了。不，这肯定只是这个恶毒女人的伪装而已。她怎么可能轻易变好？我绝对不会上当的。不得不说，秦朗的身材真的也太顶级了吧！我们进入荒野了，有一小股丧尸正在逼近。喂，你还要靠到什么时候？我又不是故意的，
人家这不是害怕吗？这个装模作样的女人又开始了，只可惜她运气不好，这次碰上的是秦朗这个自大狂。要知道，我们5个人之中，最讨厌他的就是秦朗了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这些丧尸不可能伤害你。真的吗？秦朗，你太厉害了，不愧是英俊潇洒、能力强大的兽人雄性。那当然了，保护你只是举手之劳而已。秦朗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是不是被萧雨辰给控制了？这些丧尸看上去都很弱吗？女人，要是害怕的话，不看就是了。我不是害怕，是觉得他长得好丑啊。这好像是4级丧尸，你们能打得过吗？这种级别的丧尸还伤害不了我。那就好。不过，这种级别的丧尸，要是有一群呢？糟了，这是遇上4级丧尸群了。哼，不过是区4级丧尸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你就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我们也去好了，丧尸群不好对付，拖延的时间越久，恐怕会吸引等级更高的丧尸出现。你留在车厢里保护七主，这些4级丧尸，运气好的话，也许能从中挖出一块金核给你。我只是受了伤，又不是死了，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？你别忘了，一旦七主出事，魂器会立刻反噬，我们5个人都要死。在荒野之中，保护七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担心他们吗？你放心，我就在马车上看看，绝对不离开下去。这总行了吧？我们就坐在马车上看一眼嘛，不然待在车厢里，外面万一有危险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你最好不要擅自离开马车的范围，否则我就不管你了。这没看出来，风雨墨还是个傲娇呢。你放心好了，我绝对不会乱跑的。还不过来？发挥各自优势，尽快消灭这些4级丧尸。用不着你指挥，我先上了。秦朗，你太厉害了！这个死女人是不是故意的？奇怪，为什么她称赞秦朗那只蠢豹子？我总觉得这么不舒服。锋刃，阿诗呢？哇，阿诗你也好厉害啊！我们这位七主大人的魅力可真不小啊！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把你和秦朗给俘获了。你别胡说，保护他是我们的职责而已。是不是你自己知道？不过在七主面前展现雄性的力量可是我们的本能，我霍石景是不会输给你们的。霍石景，太棒了！我为你加油！宿主，我是让你来完成收集金核任务的，你怎么给他们当啦啦队了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我现在呢也是在努力完成任务。骗谁呢？你动都不动一下，能帮上什么忙啊？不信你自己看喽。臭狗，你什么意思？和我抢猎物？猎物就在这儿，谁杀的归谁。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喽。哼，说的好听，你不就是想在他面前表现吗？各凭本事而已。霍石景，你又赢1分。看来在他眼里，好像是我比较厉害。死女人，
我杀丧尸的时候你没看到吗？凭什么就给这条臭狗加分？下一个轮到你了。怎么样，我这招厉害吧？宿主，不得不说，还得是你啊！你在故意煽动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更快速地猎杀丧尸，为什么？这还用问？当然是因为你啊！因为我们这次出来猎捕丧尸，很大一部分原因，不就是为了治好你体内的伤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每一只丧尸体内都有晶核的，所以他们猎捕丧尸的数量越多，对你就越有利啊！这个女人满嘴谎言，肯定是在骗我的。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还是跳得这么快，皮肤也越来越热了？宿主，你就这么欺骗风雨墨，不好吧？这怎么是欺骗呢？我说的可都是真话，只不过呢，把它彻底治好，我就能领取系统奖励了，这也是顺带的事吗？难怪说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。别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原谅你对我做的那些事。那就不要原谅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会做更多的事来对你好，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都不要原谅我哦。战斗结束了，只是一些4级丧尸而已，不算什么。不过，这些丧尸好像不太对劲。怎么了？不会是有人受伤了吧？不是，你跟我过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运气真好，这只丧尸体内竟然有晶核。不只是这只丧尸，我能感觉出来这里所有的丧尸体内全都有晶核。我们运气这么好吗？这已经不是运气好那么简单了，这简直违背了常理。不是说晶核是十分罕见的能源，不是每一只丧尸内都有的吗？我怎么觉得好像有点烂大街了啊？先把这些晶核都收起来，如果被其他人看见就麻烦了。怕什么？这些丧尸都是我们猎杀的，难道还有人敢抢吗？丧尸确实是我们杀的，可是4级丧尸竟然体内全都有晶核，这种事你见过吗？这有什么？就像这个女人说的，我们就是运气好呗。如果不是运气，石井，你有话就说。我们是签了魂器协议的，天然就是坐在一条船上的人。七主从沙漠回来之后，整个人好像都变了。是不是觉得我变漂亮了不少？你的长相外貌毫无变化，但好像里面的心思都不一样了。都说狼性狡猾聪明，这个霍石井看上去温文尔雅，其实是这4个男人里最不好糊弄的。死里逃生一次，人都会变的，不是吗？他现在不是挺好吗？难道你更喜欢原来那个他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这些丧尸的晶核生成率实在太高了，而我们之中的变数只有7主，所以我才斗胆一问罢了。系统，快给我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宿主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试图推算原因，可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干扰了我。什么？系统应该算是我的最强金手指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有连系统都无法推算的力量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宿主不必担心，至少在这个世界，我有能够完全保护你的力量，不会让你受到伤害的。那就好。这个提议实在是太冒险了，如果他出事了怎么办？你们说什么呢？七主难道不想知道，为什么每一只丧尸体内都会出现晶核吗？我当然也很好奇，不过阿史那说会很危险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希望你能做一个测试，让你去吸引一批丧尸，如果被你吸引的丧尸晶核爆率和平常一样，说明刚才的事只是偶然现象，和你无关。如果我引来的丧尸每一只体内都有晶核，就说明有问题的人是我。这不能算是一个问题，因为如果晶核爆率真的是100%，
那么这一次荒野之心，不仅风雨墨的伤能彻底治愈，我们几个的实力至少能上升2级。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在他眼里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就算我们都死光了，他也不会。好，我愿意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宿主，这也太不安全了。我虽然能保护你不被神秘力量袭击，可是不能干预你的作死行为啊，非常牛趣吧？要是你被低阶丧尸咬了，一样会被病毒感染的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，金河的爆率变成了100%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我们可就发财了。太危险了，我不同意。你们一定会保护我，不会真的让丧尸伤害我吧？放心好了，女人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丧尸在你身上留下一丁点伤口。不行，要不然我和你一起去。还是我和他一起去吧。你们要是跟在他身边，吸引来的就不是普通丧尸了，至少是4级以上的高阶丧尸。到时候出了事，你们真的确定自己可以保护他万无一失？霍石锦说的没错，兽人的能量波动会吸引高阶丧尸，不适合和你一起当诱饵。那我就自己去好了，大家不用担心，相信你们。好了，那我去前面诱捕丧尸，你们跟在我身后，不要暴露行迹。他为了提升我们的力量，竟然真的愿意亲自充当鱼饵。这都是些普通丧尸，应该不会伤害到我吧？宿主放心，这些都是低级丧尸，跑起来还没你快呢。可是靠得太近，你也会被咬的。该怎么把它们吸引过来啊？这还不简单。嘿，我在这儿！只要跑到城门那儿，秦朗他们都在那里等着我，跑过去就安全了。不对，这条路和刚才不一样了。宿主小心，有高阶丧尸盯上你了。这只丧尸竟然能操控这座城市，该不会是遇到7级丧尸了吧？7级丧尸算是领主级别的了，要是被他抓到，宿主你一定会死的。这些都是低等级丧尸，隐藏在幕后的丧尸为什么不出现？他想玩猫捉老鼠。宿主的意思是，他想戏弄你，把我当成猎物，利用这些低等丧尸来驱赶和戏耍我是吧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，我萧雨辰没那么容易认输。你们慢慢玩吧，本小姐不奉陪了。我尊贵的客人，盛宴还没开始，你就想要离席先走，这怎么行呢？没路了，不过那些丧尸好像没追上来，暂时应该安全了。系统有没有办法联系上他们4个？宿主，你的积分不够，没办法兑换现代化的手机。那就麻烦了，这地方明显有问题，没有科技手段无法快速精准定位，只能希望他们赶紧过来，能够找到我留下来的记号了。宿主放心吧，你们可是签订了魂契的，你要是出了事，他们也会死。就算是因为这个，那几个兽人也会拼命来救你的。但愿吧。谁在那里？这里怎么会有一只猫啊？小猫咪，这里很危险的，你还是赶紧走吧。没
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宿主，你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你还没有获得伤害技能，这么多丧尸，一人一口都能咬死你的。没地方逃了，这是条死胡同。那怎么办？宿主你不能死啊！如果要被这些丑陋的丧尸咬死，我宁可现在自尽。不能再等下去了，他进去已经快半个小时了，一定是出事了。只是半个小时，说不定是在里面迷路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和他可是签订过魂契的，要是他死了，我们也会死。你阻碍我们进去救人，是想所有人同归于尽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阿什纳，这才多久，你就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？他拔光了你身上的金银，让你生不如死。飞鹰一族的兽人，原来都是软骨头。找死！再打下去，那个女人就真的要死了。这里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地方，丧尸病毒爆发时人都逃走了，这里能有什么危险？那你怎么解释？他已经进去半个小时了。萧雨辰是魂器保护者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们也得陪葬。你们真的想陪他死在荒野？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搞得好像我想死一样。既然决定进去，那就走呗。萧雨辰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不见了，回去禀报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忽然到这儿来了？系统，是你救了我。有一股神秘力量把你转移到了地下排污馆，你现在暂时安全了。神秘力量？救我的人是你？你是世界上最棒的、最可爱的小猫，谢谢你，苏晨晨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猫还瘸了一条腿，而且在这种时候救我的只能是你了。我听说你们要来荒野狩猎，所以就潜伏在马车下面。然后听说你要来当诱饵，我也是好奇，你是不是真的能触发100%金河爆率，就暗中跟了过来。没想到你这么弱，我只是为了保护自己，可不是为了救你。小猫咪这么傲娇是很正常的啦，可以理解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都救了我，谢谢你。不过，这座小镇，你好像很了解的样子啊。这里，紧急任务，威尔镇的秘密已触发。我正打算套小猫咪的话呢，你怎么忽然触发紧急任务了？宿主，任务发布我也不能控制，这是根据主系统判定的。算了算了，先不说这些了，你和我说说这个任务具体情况吧。看似没有威胁的威尔镇，其实正酝酿着一场风暴的漩涡。在小镇的边缘，有一个被称为地狱森林的地方。这剧情任务说了和没说一样啊，没点有用的消息吗？主系统只发表了这些，我也没办法。在末世来临之前，我就住在威尔镇。我对这里的确很熟悉。这里是你的家乡，那就难怪了。苏晨晨，你能帮帮我吗？我们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的异能可以短暂的将人瞬间转移，可是距离很短。想要带着你从威尔镇转移出去，我办不到。别这么说嘛，小猫咪。有你在的话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说不定行得通。这里应该是为了顺畅排水，威尔镇建造的地下通道吧？没错。地下通道里又没有丧尸，那我们只要找到地下通道出口，爬出去不就行了？就这样，我知道了。不过，你能不能先松开我？不行，这下面实在是太黑了，要是松开你，我就看不见了。那好吧，你抓紧我的手，我带你走。我在漆黑的环境里视力很好的。走吧。他们说苏晨晨的腿是被我打断的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。光靠我一个人肯定不行，但是他们应该已经开始行动了吧？完全找不到他的下落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怎么样，找到他了吗？他到底去哪儿了？
难道真的遇到什么危险了？不会的，我们4个还好好活着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这倒是没错，至少他没有生命危险。不过，你们不觉得威尔镇的低级丧尸实在是太多了吗？我又不瞎，当然知道了。这些丧尸伤害值不高，但是和臭虫一样没完没了。他是不是被这些丧尸潮给困住了？很有可能。没想到威尔镇里这么多丧尸，是我考虑不周。只要知道他还活着就够了。如果是这些丧尸困住了他，那把这些低阶丧尸全部杀了不就行了？那还等什么？动手！我看见他们4个了，看来他们也很担心你的安全，直接进威尔镇了。我就知道他们肯定会来救我的。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的位置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呢？因为真正的大鱼还没有上钩呢。大鱼？放心，你很快就能看见这条大鱼了。现在我们得继续往前走了，从那里左拐，应该就能到达镇长的家了吧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肯定找不到路的。这次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下好了。Go go go， 出发！这些该死的臭虫，总算是清理的差不多了。看来七主应该是被这些丧尸困住了。等把这里彻底清理掉，我们应该就能找到他了。那还等什么？继续！什么人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威尔，也是威尔镇的镇长。可是，你们怎么能对我的镇民动手呢？这也太不绅士了。秦朗，他已经有自己的意识了，至少是7级领主丧尸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不都是怪物吗？只是进化的方向不一样而已。少拿我们相提并论，你这辈子都要吃人的血肉为生，见不得光的怪物罢了。我这次来，可是给你们带来了自由。自由？你这样的怪物，也知道什么叫自由吗？只要你们愿意和我联手，在吃了它之前，我可以强迫它解除和你们的魂器。是吗？我的回答是：去死吧！既然你们找死，就别怪我了。领域展开！这些丧尸都被我们切断了颈椎，怎么可能重新站起来？7级丧尸的领域力量，可以在他的领域里无限复活低阶丧尸。秦朗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鬼宅。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心忽然痛了一下？宿主，这是因为你的魂器者们受伤了啊。虽然就算雄性死去，你也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但精神上的疼痛还是不可避免的。能让他们受伤，看来是幕后 BOSS 出手了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们赶紧进去吧。他们可是用性命在为我们争取时间，不能再耽误了。书房在哪儿？应该在楼上吧。你要找什么啊？威尔镇的资料。这座小镇怎么会有这么多低阶丧尸？
你不觉得不合理吗？确实，不过有可能，那么这些丧尸是后期自己迁移过来的。丧尸没有智慧，更不存在迁移这个说法，他们只会追逐着人类的血肉气息移动。不是这样的，高阶的丧尸可以驱使低等丧尸，可是威尔镇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阶的丧尸？不错，除非这个小镇有别的秘密。我不是小孩了，别摸我的脑袋。还有，我帮你也是为了我自己，你不要以为我原谅你了。我知道，所以小猫咪，你也帮帮我吧。这里这么多资料，我一个人看不完的，不然他们4个可就危险了。这个怪物实在是太强了。7阶领主丧尸，我们几个杀不了他。放什么屁！杀不了他，萧雨辰必死无疑，我们也得死在这儿。我不是说了吗？我们之间有没有血海深仇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拼个你死我活。只要你们愿意，随时都可以离开。把萧雨辰还给我们，我可以答应你立刻离开。那可不行，那个女孩身上有一股特殊的气味，吃了它，我确信自己的力量还会再进一步。你们可以走，她必须留下。不肯交出萧雨辰，那你就去死吧。好厉害的潜行术，竟然连我都能骗过去，了不起！我的第一个丧尸护卫，就从你开始吧。想杀他，问过我了吧？我喜欢你的眼睛，把它挖出来做装饰，一定很美。找到了，威尔镇的秘密。难怪，竟然是依靠这个办法升到7级领主丧尸的。威尔小镇的秘密。没错，走吧，背后的大鱼终于上钩了。他好像和从前真的不太一样。这是镇长年轻时候的样子，不过在丧尸爆发的时候，他已经快70多岁了。70岁，对死亡的恐惧无限的放大。所以他才会做出那样的事吧？什么？他以为把一切藏在里面就万无一失了，只可惜我还有可爱的小猫咪帮忙。别再叫我小猫咪了，我也是兽化人，很厉害的。我当然知道你很厉害啦，所以赶快帮帮我吧。抱紧我，别松开，不然会陷在墙壁里的。不得不说，小猫咪抱起来好舒服啊，软软的，太可爱了。我们已经进来了，你可以松手了。谢谢你啦，小猫咪。没想到龙雪花这种传说中的东西，竟然真的存在啊！这就是龙雪花，传说可以延缓衰老，还能增长寿命的花。这也是威尔镇灾难的开始。威尔在山上发现这朵花的时候，还没想到这就是龙雪花，只是觉得这朵花看上去就不普通，卖给商人至少价值20个金币。可是当他把花带回去放在床边，第二天想要寻找买家的时候，变化就开始了。龙血花的香味远远没有这个能力，年轻的面容不过是短暂的错觉罢了。不过威尔却深深陷入了对年轻的追忆里，无法自拔。他发现了自己从山里带回来的，可能是传说中能让人返老还童、增强寿命的龙血花。他想将盛开的花朵吃掉，却在第二天发现龙血花枯萎了。这
种诡异的花朵转瞬就凋谢了。为了让龙血花再次盛放，威尔用尽了手段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只有5岁的孙子不小心被这盆花刺伤，鲜血滴在了花盆里。威尔发现龙血花的名字也许不是白起的，这盆花也许确实需要鲜血来浇灌，而至亲之人的血是他索取的第一支营养液。镇子里的人不是因为逃走了，而是全部被镇长杀掉了。你的父母很早就察觉到了不对劲，所以带你离开了维尔镇。剩下的人想逃，却发现威尔因为龙雪花的力量变成了怪物，早就逃不掉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种罪恶的花开到这里，就已经可以结束了。这朵花是寄生在丧尸体内的。宿主受到丧尸袭击，即将被感染成丧尸。主系统判定任务失败，即刻抹杀25784号宿主萧雨辰。竟然被丧尸抓伤了！不能抹杀萧雨辰，他已经完成100次任务，是我定位出了错。立刻抹杀25784号，主系统会对你进行收回。我不要，我不会杀了他的。喂，我还没死呢，你们现在就要杀我，不合适吧？你就是主系统吧？竟然直接处死求生者，这消息要是传出去，你说其他求生者会怎么想？他们还会继续完成任务吗？你在威胁我？威胁也谈不上，不过我反正都要死了，成为丧尸和死了没区别。主系统，求求你了，不要伤害他。看在你是满级求生者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最后的机会。当你失去理智的时候，我会立刻切断系统和你的联系，并且摧毁你的大脑，让你可以死个干净利落。成交。你被丧尸抓伤了。嘘，小猫咪，恐怕要拜托你帮我隐藏这个秘密了。我怀疑威尔的力量就来自龙雪花，龙雪花已经枯萎，他的力量也会迅速下降。可是我担心他们4个的情况也很不妙，我们得立刻去支援他们。可是你的手被丧尸感染，无药可救。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要是等会儿我变成丧尸，你记得离我远点。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？好了，别忘了，阿史那他们还在等着我们救命呢。是谁？谁动了我的龙血花？快！他的力量被削弱了，趁现在杀了他！一群该死的畜生！我本来想把你们献给龙血花，可现在花没了，你们也去死吧！风雨墨的伤本来就没好全，现在受化的程度又加重了。别废话，想要激发身体里的潜能，只能兽化血脉，一起一搏了。七老没说错，不全力激发兽血，我们都得死。也许打完，我们都变不回人类了。用者击我。他在这，就算我跑了，他一死，我也活不成。谁能想到，七主倒是成了我们唯一的羁绊。从始至终，他都是最重要的。霍世锦，这一切真的不是你设计的。活下来，我再告诉你。但愿这一次，我们都能活下去吧。只要龙血花还活着，他们就永生不死。卑鄙的小偷，
轮到你付出代价了。一群低贱的兽人留在这里等死吧，还来得及。只要能及时找到龙雪花浇灌血液。镇长大人，你在找这个吗？你竟然敢毁了我辛苦种下去的花！你知不知道，这朵花我足足种了30年。那也就是说，为了让龙血花盛开，你足足杀了30年的人。它本来马上就要盛放了，是你毁了这一切。不过没关系，你的血就是唤醒它的第一步。你快跑！他的力量太强了，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糟了，宿主，你4个兽夫都已经完全变成兽形了。这可是老娘的人，我都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手足子，你竟然把我的老公打成这样！你死后，我会把你们都埋进花盆里。系统，兑换一个打火机。火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龙血花，你竟然打算烧了它？花只要用来欣赏就行了，这么邪门的东西，我可接受不了。再给我30年，它就能盛开。死老头，怎么听不懂人话呢？赶紧和他说拜拜吧！我的花，我的花！恭喜萧雨辰获得异能光之净化。我的花，我的花！我要杀了你！圣光净化，圣光净化。这不可能！你一个 F 级的废物，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净化能力？下一个，轮到你了。不要杀我！总算是结束了。阿萨努拉纳达拉，太好了，他没事。没事就没事，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你不会以为他会感激我们来救他吧？你们来救我，我当然高兴了。而且，要不是你们拖住了威尔的脚步，我也没那么顺利找到他的秘密。我刚才听见你们的对话，你烧掉了龙血花，你答应过公爵，要将龙血花带回去作为他生日的礼物。没有了龙血花，怎么和公爵交代？那你们应该也听见了，为什么威尔会变成现在一样吧？如果我把龙血花带回北境，你们想过会发生什么吗？没有人能抗拒龙血花的力量，到时候，公爵可能也会生出恶念，用人血来浇灌这株龙血花。所以，一切就到此为止吧。龙血花已经被烧成了灰烬，没人知道我真的找到了龙血花。眼前的这个女人，真的还是忘于祸起吗？她以前从来把别人的性命当一回事，现在竟然会因普通人的命而愿意毁掉龙血花。你的伤
我没事的。对了，我要和你们5个人解除魂器，从今天起，你们自由了。什么？你会这么好心解除魂器？我都说了，以前是我做错了。秦朗，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，舍不得走吧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愿意解除魂器，我求之不得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苏晨晨，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？当时你被他打断了一条腿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，说是宁愿死在外面。现在怎么还舍不得和他解除魂器了？我以前是讨厌他，可是他现在不一样了，而且他受伤了。受伤？怎么可能？我本来不想把气氛弄得这么伤感的，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我被丧尸抓伤了，再过不久应该也要变成丧尸了。在我死之前解除魂器，至少你们怎么会这样？你哪里受伤了？指给我看看啊！七主，我们都很担心你，不该开玩笑。不是啊，宿主，你的伤竟然全部愈合了，一点也不像要变丧尸。系统，是不是又兑换了解药？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不是啊，宿主，我也没法兑换解药，丧尸病毒是无解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完全是靠自己愈合了，和你没关系？也不能这么说吧，我也有很认真的鼓励你啊。你那个主系统说要抹杀我的时候，也没见你的鼓励能帮上什么忙啊。你该不会是想要以退为进，故意引起我们的同情吧？我用得着你们同情？别忘了，你们的命都是我救的，以后时刻牢记。我就知道我是女主角，肯定死不了。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样子比较正常。不准在背后说我坏话。对了，收集一下金盒，我们要离开这里了。还有，刚才说解除魂器的事，全部作废。如果守护以前的他是迫不得已，那现在我好像有些喜欢这种感觉了。阿史那这头死鸟，飞这么快干嘛？你的速度也不慢，用你管！看来只剩下我们2个病残，跟不上他们争宠的脚步了。可是，人都会变的，不是吗？萧雨辰真的会改变吗？这么多金壶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宿主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一般很少有丧尸能生成金核，可你在威尔镇猎杀的普通丧尸，竟然每一只体内都有金核。你说的这2件事呢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，还是先享受一下滋味吧。宿主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喜欢钱了。这说的什么话？有人不喜欢钱吗？七主，我们现在是继续在荒野狩猎，还是……这个嘛，这些金盒能够治疗你的伤了吗？你愿意把这些金盒全部给我疗伤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看不惯我？我们这次离开城邦猎杀丧尸，不就是为了挖掘金盒给你疗伤吗？这个女人真的会有这么好心？小心些。这一颗红色晶仪，甚至能在维斯托科城里换一套房，那可是寸土寸金的地方，而且这还是颗次品。这么珍贵的金盒，你平时只会用来买珠宝首饰。你说过，用来给兽人疗伤是一种浪费。现在我觉得珠宝首饰很无聊，用来给兽人疗伤才有意思。
感谢您的仁慈。既然七主都已经应允了，你还在迟疑什么？这个疗伤的方式还是挺轻松的呢。金盒可没这么容易获得，要不是因为你特殊的好运气，恐怕你们要在荒野游荡至少3个月。我一直觉得自己运气挺不错的。不过风雨墨疗伤需要多少金盒啊？恭喜宿主完成治疗风雨墨的任务，奖励 S 级异能护卫之盾。虽然不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，但技多不压身，有奖励总是好的。宿主，这个技能可是很珍贵的，它……你干什么？赶紧起来吧！你救了我的命，不管你让我做什么，我都可以答应。用不着这么客气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能原谅我。什么？原谅我以前对你造成的所有伤害。我希望你再看见我，不会让你觉得痛苦，好吗？如你所愿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金盒可以治好你的腿吗？我的腿。兽人能够吸收丧尸金盒治疗自己，你也可以吧？当然。当初的事我很抱歉，这些金格你也可以随便使用，直到你的右腿完全康愈为止。为什么分给我的兽夫全都是像你一样跟我一样没用的废物？你们没意见吧？当然没有意见，您是七主，这些精活的分配权本就在您。马屁精！别这么说，这是我们一起赚到的，当做是共同财产吧，留下来一袋作为家用，其余的你们分了就好了。你是说这么多金盒我们也能分走一些？当然了，这次出来剿灭丧尸，提升你们的实力也是计划中的一部分嘛。除了他们2个需要疗伤的金盒，其余的大家各自平分吧。有了这些金盒，我就能晋升成 A 级兽人，到时候我一定把你揍得爬不起来。你耳朵也不好用了吗？七主说了，这些东西平分，你能晋升，到时候我也晋升了。孩子大了就是不好带啊。你大小姐，我在城外的秘境之林看见了他们的马车。是的，包括二小姐。所有人都活着，甚至她似乎收集到了不少的金盒，还治好了风雨墨。我这个妹妹永远都不肯做一些让我高兴的事，为什么她就是不肯乖乖死在荒野呢？二小姐上次展示了安魂曲的异能，我担心公爵大人恐怕会更加偏心二小姐了。她想风光的从荒野回城，我就偏不让她如愿。去吧，那群该死的贱民也该派上用场。嘘，你小点声，她睡着了，你看不见吗？奇怪，她身上的气味怎么这么香啊？像是玫瑰的味道。她睡着了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有答应让她靠在我身上吗？你干什么？我是看她睡着了，你把她弄醒了，到时候她又发脾气怎么办？雨辰才不会呢，他现在可温柔了。你们再吵下去，他就真的要醒了。听见了，还不赶紧闭嘴！天啊，刚睡醒就看到这么帅的一张脸，感觉这辈子都有了。喂，你看够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前面出现精神力污染，我们恐怕要绕道了。精神力污染？
让本系统来给宿主讲解一下吧。兽人很容易出现精神波动，必须要雌性进行安抚才能控制兽化程度，但也有一些东西是会加深兽化污染的，比如高阶丧尸或者辐射的矿石，自然界异化程度太高的动植物都有可能。精神污染啊，那我们绕路避开这里好了。七主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？我们不管他们，他们撑不了多久了。救救我们！救命啊！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的精神极度混乱，身躯已经不受控制的兽化了。等到彻底化成兽形，他也就相当于死亡了。圣光净化！我的鱼鳞没有了，我的爪子也没了，得救了，我们得救了！谢谢二小姐救了我们。要是没有你，我们就都要死了。你们快起来吧，都是举手之劳，没事的。求求你救救我们村子吧！我的儿子，他才7岁啊，他昨天刚刚激发出猴系血脉，还沾沾自喜呢。可是今天早上，他浑身上下长满了毛发，已经快要彻底变成猴子了。还有我爸、我弟弟、我的妻子在照顾他们，可是我妻子只有 F 级的精神力，根本没办法治疗他们的精神污染。求求你了，二小姐，我们能指望的只有你了。一整个村子的人全都被污染了。宿主，你可千万别犯傻啊！无论是圣光净化还是安魂曲，这都是 S 级技能，消耗的精神力巨大。要是为一村子的人缓解精神污染，你要不了多久自己就先累死了。我看上去是那种舍己为人、奋不顾身的圣母吗？那倒也是。宿主你认钱不认人，应该不会干这种傻事的。可是，能够污染一整个村子的污染源，不是您一个人能处理的。能救下他们，您已经尽力了。你们应该也知道，这种级别的污染物没人能处理。你们能够逃出来已经算运气不错了。离开这里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就知道，没人会在乎我们。遇到这种事，我们只能自认倒霉，死了活该。我的家人都还在村子里，我一个人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？喂，我说过不管你们了吗？二小姐，你真的会帮我们？好了，别跪来跪去了，我不喜欢这一套。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们先去你的村子里看看。我们村子就在前面的山脚下，很快就到了。我先回马车了，你帮忙驾车，你们护送这些百姓，可以吗？精神污染不是那么好解决的，您……无论如何，总要试试看吧。如果连我都袖手旁观，他们就更加没有活路了。知道了，二小姐。这些兽人的战斗力这么弱，就算你救了他们，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帮助的。在我生存的时代，每一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。我们的国家不会因为人民弱小就放弃他们。花费那么多精力物力，就为了拯救没用的人？没有人是没用的。既然我遇到了，也有能力帮忙，至少力所能及的做些什么吧。先兑换一个探测仪器，至少知道这次的污染源究竟来自哪儿。污染物探测器可以自动检测精神污染源头。羊角村已经被戒严了，谁也不能进去。我是北境约克公爵的女儿，难道我也不能进去？二小姐，现在可以让开了吗？不行，我们遵从命令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去。你们故意找茬是吧？二小姐，是你？现在羊角村很危险，您要是强行闯入，您的几位兽夫说不定也会被影响，到时候只会酿成更大的灾难。如果只有我进去呢？雨辰，你知道羊角村现在的情况吗？一旦里面的雄性失控，就全部绞杀。你现在进去是自寻死路。来的路上我已经了解过了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屠村，
所以薇薇安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也许能化解这次污染。羊角村的雄性血脉低贱，不值得你这么做。我不这么想，我这里有5个雄性，战斗力都不低，全力以赴，你也未必拦得住我，很可能2败俱伤。薇薇安，你说呢？我可以让你过去，不过雨辰，在公爵面前，我会如实禀报这一切的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难做的。你们要是不想进去，可以在外面等。别自作多情，你要是在里面出了事，我们一样会死。我可不是为了保护你，是为了保护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们现在的等级提高了不少，没那么容易被污染。我陪你进去。好啊。我也愿意陪妻主一起进去，绝不像秦朗一样，只是贪生怕死。你给我站住！谁说我贪生怕死了？我们是不是很快就要死了？二小姐，诺拉迪亚·萨路卡赫。大家不要悲观，我以北景公爵女儿的名义宣布，我将暂时接管羊角村，找出污染源并彻底消灭它。是二小姐，二小姐为我们吟唱了安魂曲，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。二小姐没有抛弃我们，公爵也没有抛弃我们，大家一定要坚持住，我们要和兽化抗争到底！二小姐！虽然这些村民确实很可怜，不过我也不能白白帮忙吧。要是我能找到污染源消灭它，你说从今以后羊角村的人会不会对我感恩戴德呢？原来宿主是这么想的，宿主真是太聪明啦！好了，村长，你也快起来吧。二小姐，没想到你竟然会来救我们，而且还耗费了这么多精神力，为我们施展安魂诀这样的力量，我们实在是太感激你了。我看他一头白发，还以为是个老头呢，没想到竟然也是个帅哥。没事没事，你们都是北境的子民，自然也是我的子民。是啊，从来没见过像二小姐出身高贵，又不会瞧不起我们低等雄性的雌主。谁再说二小姐刁蛮任性，我们第一个不服。我们将誓死效忠二小姐。哇！恭喜宿主再次触发任务，解救被污染的羊角村。任务奖励 S 级技能丰收之泉。太好了，又能救人，还能触发任务奖励。看来我的女王攻略之路应该是马上就要。宿主，你离成为女王大概还有108000那么远呢。趁着我现在心情好的时候，不要说这些丧气话。二小姐，虽然你这次驱散了我们的精神污染，可是没用的，我们已经被诅咒了。要不了多久，我们会再次继续受化。安魂曲需要消耗的精神力巨大，就算我们有一马车的晶核，也不可能一直让你施展安魂曲，会对你的身体造成损伤的。你放心好了，安魂去治标不治本，我没打算用这个笨方法。那村子里应该有住的地方吧？先清空几个房间，让我们住下来。我再慢慢想办法，怎么解决精神污染。有的，我这就去二小姐准备。二小姐，你吃。这是给我的。爸爸说了，是你救了我们，要不是你，我和爸爸都会变成野兽的。到时候妈妈也会很难过的。这是野菜糊糊，很好吃的。糟了，现在正是欺辱买人心的时候，你想干什么？
你忘了我们这位二小姐向来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这种穷人的食物要是敢送到她面前，会遭受什么后果？我记住，这是我们灰狼部落有名的炙烤兔肉，请您尝尝。这是什么恶心的东西？你竟然敢端到我面前来，找死吗？把他拖下去抽30鞭子，让他长长教训。二小姐和从前已经不一样了，你难道不想看看现在的二小姐会怎么面对这些雄性兽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宿主，这个看上去好恶心啊，要不然还是别吃了。二小姐，这是你们用来招待贵客，能够找到最好的东西了吗？对啊，二小姐，现在村子被封了，野菜也不好找了。如果不是要献给你的话，我们自己只能吃土块和水皮掺水一起煮。这里的兽人不仅是被歧视，无法进入城市生活，更重要的是食物短缺。这样下去，他们还能撑多久？二小姐要是不想喝的话也没关系，请你不要责罚我们。不，我觉得这碗野菜粥很好喝。二小姐你喜欢喝，我再去给你盛一碗。不，你分享了美味的食物给我，现在该轮到我和你们分享了。喂，你们几个别愣着呀，去把马车上我们的食物和衣服都拿出来。知道了，七主大人，我们这就去办。还愣在这干什么？七主的反应让你很奇怪吗？不，只是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变了。忙活了一下午，怎么感觉比杀丧尸还累啊？那当然了，杀丧尸又不用宿主你亲自动手，只要看着就好了。这次发粮食，你倒是一个都没落下。为了作秀，你也是拼了。什么叫作秀？我是担心这些面包，如果不是我亲自分配，到时候有些身体弱的人吃不到怎么办？我就知道，七主你是个大好人，刚才辛苦了吧？我给你捏捏肩。啊，这是什么神仙日子啊！大白天的，你们干什么呢？七主，秦朗又凶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他觉得七主都已经这么累了，我却不能给你捏捏肩膀，帮你放松放松？原来我不是不能接受绿茶，只要这个绿茶的人换成了我，心里顿时觉得美滋滋啊！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自己的魅力很大。你说什么？谁为你争风吃醋了？你就装吧。原来没人吃醋啊！几天没和你过招，狼皮子作痒了是吧？污染源的位置找到了。按照探测器传回来的方向，污染源从这里开始逐渐变浓，一直到羊角村后山山谷深处，污染浓度增强，就连探测器都没办法进去了。山谷深处，我亲自去探查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不行，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。威尔镇的事，难道不是我解决的吗？七主说的没错，而且上次的实验也能看出来，只要是靠近七主大人的丧尸，掉落晶核的概率几乎到达100%。要是山谷里有丧尸，七主不跟着去，我们岂不是损失惨重？石井说的没错，好不容易出城一趟，这些晶核不要白不要嘛，不然到时候回城了，我们要过苦哈哈哈的日子了。要去就一起去，让他在这里不安全。他有 S 级技能安魂曲，我们去，精神力也有可能造成兽化，有他在的话，至少能缓解不少。我赞同。你们几个还有没有主见了？他说想去，你们就都同意？知不知道靠近污染域有多危险？我知道你是担心我的安全，而且我也会担心你啊。
我……好了，那就当做秦朗也同意了，我们尽快出发。不过5个人一起出动，目标实在是太大了。秦朗、霍什景、阿史那，我们4个人去就行了。你不带着这个废物就算了，为什么我也不能去？不准这么说他哦。而且你们在这里也是有道理的，你们2个打听一下，村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被污染的？这件事是意外还是阴谋？你是说？没错，我担心这是个陷阱。你最擅长潜匿踪迹，你们2个留下来，我才放心。如果我们超过3天还没出来，到时候你和晨晨再想办法救我们，好吗？知道了。宿主，你真是手段了得啊！那在村子里查明真相的事，就拜托你喽。对了，记得不要欺负晨晨。知道了。我怎么觉得风雨墨这小子好像被萧雨辰玩弄在股掌之中了？这话说的，好像你不是似的。臭狗，你又想讨打了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这里怎么好像有人曾经进出过？路面是被刻意开凿出来的。这里确实有人类活动的痕迹，要小心。不是说了要小心吗？这里的路不好走，我接下来会注意的。上来，我背你走，不然我还要分心注意你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有帅哥主动愿意背着我走，这个时候要是拒绝，80岁我都会后悔的。还真别说，这一身肌肉的手感实在是太好了，好有安全感啊！小心！秦老，伤口被污染了。我和阿史那去对付这些变异兽，你先看好秦朗。你干嘛冲上去用手挡啊？废了一条胳膊，总比看着你没命好。我一直以为你不喜欢我。你少自作多情啊！我救你不是因为喜欢你，是因为魂器。你怎么每次都说这句话？没新意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出事的。好强大的精神力，施展出来的净化光芒，竟然连变异兽都能驱散。七主身上的秘密好像越来越多了，而且我能察觉出来，他的力量似乎一直都在变强。这么多年来，所有人都知道将来公爵的爵位一定会落在大小姐萧听言身上，可是现在看来，爵位的更替恐怕没那么轻松了。住嘴！这些事不是我们雄性兽人可以议论的。我只知道，无论他将来是不是新的公爵，都是我们必须要誓死效忠的对象。应该是没事了。这些变异兽也被你的精神力净化了，我们可以继续探索了。
这里好像是一个矿洞，可是按照帝国的法律，不允许任何人私下矿矿。来都来了，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护卫之盾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药。你是我姐派来杀我的。二小姐误会了，我只是来荒野转转，想找一些新奇有趣的东西献给大小姐。没想到听到矿洞外有脚步声，以为是丧尸，所以才仓促出手，冒犯了二小姐。希望二小姐别和我一般见识。你看我像个傻子吗？不敢。既然不敢把我当傻子，那还编这些废话干嘛？好奇怪的味道。这是变异兽血液炼制的狂化药剂，只要1瓶，就能让低等级的雄性兽人丧失理智。你在这里养殖变异兽，用他们的血做狂化剂。废弃的矿洞，倒是个掩人雨目的好地方。我不知道二小姐说什么。我会把你送去骑士圣殿，到时候，他们自然会让你老实交代。怎么从刚才到现在，你都一言不发的？我一直在想，就算他有矿化剂，究竟是怎么感染一整个村子的人？就在刚才，我忽然想到了。你是说，糟了！你们怎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你能不能先送我回村子？这件事很重要，不能耽误时间了。当然。迪杰，这水有问题，不能再喝下去了。水有问题？怎么会呢？这口水井我们吃了100多年了，没问题的。看来你也查到了，这井水确实有问题。你还记得我们今天问你们的问题吗？记得。你说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污染的，以及村子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异常，可是都没有啊。正是因为都没有，所以我才断定这口水井有问题。你们全村200多人，没有出现过异常情况，所有人却出现了精神力污染，唯一的可能只有水源。什么？有人在水里下毒？那怎么办啊？村子里只有这口水井，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没有水喝了？用他们的血污染水井，导致你们出现了兽化。是谁在水井里下毒啊？万一以后还有人给我们下毒怎么办？大家不用惊慌，在水井里下毒的人已经被抓了，而且我跟大家保证，我一定会从严从重的处罚他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二小姐，你真是太好了！要是没有你，还有谁会管我们这些最低级的雄性兽人？不要这么说，对我而言，虽然你们战斗力不高，二小姐，您就别安慰我们了。其实，我们早就已经认命了。这片土地不适合耕种，我们也无法捕猎丧尸获取金核，我们的食物已经支撑不了多久。等到冬天一来，我们恐怕都会饿死在村子里。系统，把我以前积攒的积分兑换成高产水稻。收到，宿主。这是我收集的水稻种子，你们试着栽种一季吧。等今年秋天的时候，我会再来的。水稻种子？可是我们这里有种子。它的产量很低，不够我们村子吃的。这可不是普通的水稻种子，而是杂交水稻。没错，产量至少要比你们现在种植的水稻高3倍。你先试着播种吧，这其中的差别
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二小姐，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我相信您肯定有自己的安排。没错，你们只要乖乖照做就行了。现在，该轮到那些恶人付出代价了。公爵大人，这就在羊角村下毒的赤鸭，他已经承认自己在废弃的矿洞里研制狂化药剂。按照帝国的法律，投毒可是重罪。既然他都已经招认了，那直接处以绞刑就是了，何必兴师动众的带到城堡来？这位赤鸭可是大小姐的受夫，和普通的低贱兽人不一样。直接绞死，说出去民众会怎么议论大小姐？大小姐的受夫，那不如交给大小姐处置如何？看来，这还真的是桩麻烦事了。而且真是看不出来，平时不声不响的二小姐，竟然这么有本事。母亲，赤鸭的事我已经知道了，他竟然背着我做出这种恶事，还请母亲废去他的职务，让他在我的城堡里反省自己的罪责。母亲，我也希望您能秉公执法，依照帝国的法律处死赤鸭。赤拉已经知道错了，你就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原来只要一句知错就可以当免死金牌啊！他在水井里投毒就是重罪，只是判处绞死，已经是对他的仁慈了。母亲，赤鸭毕竟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，我愿意赔偿羊角村的村民所有损失，请母亲宽恕他。你的意思是赔礼道歉不够，再多赔一点钱就能摆平了？你！羊角村的人们不过是最普通的兽人，根本没有战斗能力。大公主愿意赔偿他们每个人10个金币，已经超过他们的损失了。就是，不过是个村民罢了，还要闹到领主面前来，惊动这么多人一起前来了议事，实在是浪费精神。羊角的村民对他们来说，不过是蝼蚁一样的存在，甚至包括公爵，都没有将羊角村放在眼里。他们什么意思？每个人10个金币，赤鸭就可以逃过责罚了？对大小姐来说，愿意赔偿10个金币，已经是善心大发了。太不公平了！都闭嘴！这里是北境的议事厅，就算我们是二小姐的受夫，我们也没有发言的资格。不要为二小姐招惹麻烦。知道了。可是我觉得，妻主她不会就这么放弃的。他们站出来也不全是为了大小姐说话，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。但不管是因为什么，大局已定，我也要尽快站队才是。母亲，我觉得不能这么说。我知道你和你姐姐之间有些恩怨，但是众人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每个人10金币，足够他们村子的人生活一辈子。这件事，母亲，如果这件事传播出去，底层的雄性兽人会怎么看我们？你在质疑我的决定？不是的，母亲，我只是在想，真的有必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？赤拉也不过是普通的雄性兽人，为了包庇姐姐而处事不公，这件事传到帝都，甚至会成为其他人在女王面前攻击母亲的画饼。母亲，你别听他一派胡言，这……住嘴！你妹妹说的没错，这件事不能从轻处置。如果我从重处罚赤鸭，那么民众就会传颂我大公无私的名声。正是如此，只要处死一个赤鸭，就能换取百姓们的拥护和爱戴。可是保护他的性命，却会带来无穷的麻烦。那就把赤鸭拉下去，
过几天当着所有人的面绞死他。大小姐，救我！救救我！你明知道赤鸭是我的兽，却还是非要将他绞死，分明就是要驳我的面子。好，萧雨辰，我们走着瞧。这次的事你考虑得很周到，而且我听说你在荒野也猎捕了很多丧尸，就连自己2个兽夫的伤都治好了。这都是托您的福。雄性兽人虽然低贱，但是成为兽夫就应该好好对他们，否则外面的人总是会议论纷纷的。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他们5个任意妄为了。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那你说说，你想要什么赏赐，母亲都可以满足你。母亲，可以把荒野中的羊角村赐给我当领地吗？荒野中的村子，你要那种偏僻的地方干什么？维斯卡托城都是公爵的地盘，想在这儿发展自己的势力难如登天。可是有一句话叫农村包围城市，你们没听过吧？羊角村就是我发展属于自己力量的第一步。因为这是女儿第一次去荒野猎杀丧尸，最后在羊角村落脚，平安归来。我觉得羊角村这个地方和我很有缘嘛。好，那我就把羊角村赐给你，当做你的封地。二小姐真是太厉害了，没想到竟然比大小姐更早拥有自己的封地。我就知道二小姐这是厚积薄发，我一看二小姐就觉得特别投缘。二小姐什么时候到我的庄园里来做客啊？萧雨辰，我们走着瞧。母亲，这次的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只顾着和赤牙多年的感情，没有想到他可能会为母亲的声誉造成影响。母亲，您一定要原谅我。可怜的孩子，母亲知道失去陪伴多年的兽夫一定让你十分痛苦，这件事母亲不会怪你的。谢谢您的宽容。可是赤牙陪伴我太久，他被处子，我实在是难以释怀。我想要休息一段时间，正好也将北境的内务移交一部分给妹妹。萧听言竟然舍得放权，他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哦，你想得十分周到。你妹妹确实也长大了，可以参与北境的事务了。帝都3个月之前就已经发出过征集令，要求我们交上今年的粮税。这件事不如就交给妹妹怎么样？征税虽然麻烦，但是个轻松的差事。这件事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可愿意接受这次挑战？当然了，母亲。也谢谢姐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。我们是姐妹，不用客气。萧雨辰，你很快就会知道，这次机会会让你死得有多惨了。我就说萧听言怎么会这么好心，这粮食账本根本对不上。还差多少啊？今年的粮食税至少还有1半没有收上来，但是前来收粮的帝都官员还有半个月就要抵达北境了。所以萧听言是故意把这个任务给你的，就是想看你出丑。他实在是太坏了。不坏，他也就不是萧听言了。不过我更奇怪的是，为什么都已经这么久了，粮食竟然还差了这么多？你们回来的正好，我有件事希望你们帮忙。北境还有13座城市没有交粮，你们3个脚程快又擅长藏匿行踪，能帮我去找一找原因吗？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了？凭什么你说我们就要去啊？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帮我，那我就只能去找霍什景了。毕竟还是他要靠谱很多。啊！那头臭狼有什么靠谱的？不就是粮食没交上来吗？我去查。那你们能帮上七主的忙，
我当然求之不得了。知道了，我们会和秦朗一起去的。太好了，有这样的贤内助，我成为女王的日子一定指日可待。七主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不该和大小姐争的。大小姐，10天后，我不会真的被判处绞刑吧？放心好了，母亲现在正在心头上，自然对萧雨辰那个贱人言听计从。可如果他征粮的事情搞砸了，引来帝都震怒，你说母亲还会听他的吗？万一他把亏欠的粮食全都征收回来了呢？你觉得可能吗？13座城市遇到大旱，可是母亲为了自己的面子，非说一切如常。如今帝都已经派大使前来收粮，母亲就更加不会承认自己报上去的账目是假的。13座城大旱，再加上帝都的粮税比往年还重，那些贱民肯定交不出这么多粮食。完不成任务，二小姐确实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二小姐也不傻，这件事最后一定会是她的错，她宁可自己背锅，也不愿意对百姓加杀粮税。真是稀客啊！你怎么舍得大驾光临了？大小姐说笑了，3年前我就和大小姐签订了契约，只要杀了萧雨辰，我就是大小姐的人了。难道大小姐不打算收下我了？当年的契约口说无凭，况且现在萧雨辰风头正盛，我已经被困在家里养病了，你还看得上我这位大小姐？萧雨辰自以为是，不过是在荒野活着回来了，就以为自己比得上大小姐，那是他傻，我可不傻。况且我这次来可是给大小姐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哦，什么好消息？说来听听。萧雨辰的命！你疯了吗？你竟然把萧雨辰给杀了！七主，二小姐屡次三番和您作对，她要是死了，不是好事吗？蠢货！萧雨辰要是死了，谁都会怀疑是我做的，到时候一路查下去，我能逃得脱干系吗？大小姐，我错了。错的不是你，是他。你如果没疯，那就证明你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，而我萧听言最不需要的就是蠢货。大小姐何必急着动怒呢？请容许我把话说完吧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还有什么好说的。不过在开口之前，可要想清楚，要是说服不了我，杀死萧雨辰的罪，我要你一个人担。大小姐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怎么不听我把话说完呢？我说我能为你献上萧雨辰的命作为礼物，却不是现在。他要是这个时候死了，可是会惹来大麻烦。他没死，那这匕首是我昨夜蒙面行刺他留下来的。萧雨辰虽然没死，却也伤势不轻。那你更是蠢货中的蠢货，蠢得无可救药。你没杀死他，他必然全力反扑，到时候查到你身上，不过是时间长短罢了。但是已经过了1天了，大小姐可曾听说他受伤的消息？你的意思是？二小姐想要继承公爵之位，现在一心要在公爵面前露脸，做好征收粮税的事。她这时候受了伤，只会让公爵觉得她无能。
所以他非但不会大张旗鼓地抓刺客，反而会隐瞒此事，正好能让母亲看见他无能废物的模样。大小姐想要的只有这个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赤鸭留在矿洞里的狂化药剂，我稍微做了一下改良。它不仅能让雄性兽人失去理智，也可以让雌性失去精神力，彻底变成废物。这药真的有效？我怎么敢在大小姐面前开玩笑？只要一滴，加在里面，就能让 S 级的能力一步步衰退。有了这个，我要让萧雨辰彻底变成废物，到时候我看还有谁会为他说话。大小姐竟然准备将这么珍贵的药物用在萧雨辰身上。你在嘲笑我？当然不是了，只是为大小姐觉得可惜而已。可惜什么？你想清楚就好。只要萧雨辰彻底丧失精神力，到时候他就算是雌性又怎么样？根本没资格继承母亲的爵位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大小姐想过没有？就算萧雨辰成为了废物，公爵还要多久才会把爵位传给你呢？母亲今年才42岁，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，再加上精神力和各种晶核的加持，她的寿命能达到170岁。也就是说，我想要成为新的公爵，至少还要等100年。100年？看来公主已经想明白了，100年的时间何等的漫长和充满了变数。谁又知道这100年里，公爵大人会不会再孕育一个女儿呢？你想让我给我母亲下毒？你知不知道，这番话只要有一个字流传出去，母亲都可以判你绞刑。可是我宣誓效忠的人并不是公爵大人，而是大小姐您啊！只要您能成为新的公爵，谁又能处罚我呢？如果母亲的精神力被污染，我该怎么对外解释？需要解释的不是大小姐，而是萧雨辰。是他被人刺杀受了重伤，担心自己无法继承爵位，绝望痛苦之下给公爵大人下毒，而大小姐您只是站出来收拾残局的人。这番话我就当从来没听过。滚出去！母亲，你确定你妹妹遇刺了？母亲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开玩笑呢？一听说妹妹遇刺，我就带您一起来看她了。竟然敢行刺我的女儿，真是该杀！可是整个北境，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？他们不怕被绞死吗？我听说，妹妹在13城征收粮税的手段太过狠毒，民众们怨声载道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她才遭到了暗杀吧。啊？什么？那粮税征上来了吗？我还以为母亲有偏心萧雨辰那个废物，到头来最关心的还是她自己。我问你话呢，粮税到底征上来了没有？这女儿就不知道了，毕竟赤鸭做错了事，女儿实在心情不好，没有太多关心其他的事。全都是废物，不过是让你们办点小事而已，竟然连征粮税都办不好。母亲，妹妹也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想尽快帮母亲解决问题而已。哼，她解决了吗？自己被暗杀，要是因为这件事耽误了粮食税的征收，我饶不了她。说不定妹妹已经办妥了呢，毕竟她有5个厉害的兽夫。哼，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就先把那5个雄性杀了，让他知道办事无力的代价。母亲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些烦人的事以后都和你无关了。作为你的女儿，
我将会分担你的烦恼，还有你的一切。公爵大人，妻主现在不方便见你。是不方便见我，还是伤势太重了不敢见我啊？公爵大人，这是谣言，妻主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。既然没事，就让他立刻下来见我，我要马上知道税收的进度，否则你应该知道谁才是北境的主人。是，我现在就去请妻主下来。妹妹啊妹妹，你可真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母亲，我扶您先坐下来休息吧。妹妹看您亲自来了，就算是受了伤，也不敢不来见你的。我当时看他第一次去荒野猎杀丧尸，全身而退回来了不说，竟然还带回来那么多的金盒，我还以为这孩子总算是有出息了，没想到只会让我失望。母亲放心，事情如果真的不可收拾，我怎么会袖手旁观呢？到时候我去和几家贵女儿谈一谈，她们一定会鼎力相助的。幸好有你在，我才能放心。秋天快到了，我的老毛病又犯了。母亲还是喜欢用东方的香料，的确很特别。那是当然了，这些香料从海外运过来，一克香料比黄金还贵，只有它才配得上我公爵的身份。那是当然了。母亲稍等，我这就去给您倒一杯红茶。母亲，你当公爵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现在也该轮到女儿了。母亲先喝口茶润润喉吧。这红茶的味道怎么这么奇怪？你妹妹怎么还没下来？你去催催她。萧雨辰被行刺，其实伤势很重，病得都快死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？可你不是说他只是受到了惊吓吗？这茶里有毒！来人！母亲，今天这里不会有任何人进来。为什么？你是我最宠爱的女儿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母亲，你的宠爱实在是一文不值。在你高兴的时候，我是受宠的大女儿；可是你不高兴的时候呢？我那样恳切的求你饶恕赤英，你还是非要把她绞死，这就是你的宠爱吗？他害了那么多村民，还想伤害你妹妹，他必须付出代价。至于萧雨辰那个人，我和他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，他却从一出生就在争抢我的一切，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。你真的失去理智了，好痛，好痛！母亲，你精神力很快就会被吞噬。一个没有精神力的雌性，甚至连最基础的力量都无法掌控。什么？然后我会名正言顺地继承你的一切。姐姐，这么大逆不道的话都说得出来，我可真是为你吃惊啊！你不是重伤快死了吗？大小姐从哪里听来的假消息，竟然诅咒我的妻主？不过就算你们联合起来又怎么样？母亲失去了精神力，已经变成了废人。母亲，您还好吧？母亲，您听我解释。你竟然敢在我的茶里下药！幸亏这只是普通的腹痛药，否则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来人，把他押送进监狱！你们竟然敢骗我，太可恶了！无论是谁背叛我，都应该付出代价，哪怕是我的女儿。现在，护送我回城堡。是。我是不是做错了选择？悬崖勒马，
为时不晚。霍世锦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，重新选择相信我？你知道我是叛徒？我又不傻，从你提出让我当实验品验证晶核爆率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了。其次嘛，就是在矿洞里，赤鸭在的时候你一言不发，是担心赤鸭认出你的声音吧？愿赌服输，你打算怎么处置我？不过是吃了会让人腹痛的药物而已。没想到我那个姐姐竟然真的相信，这世上有让人丧失精神力的毒药。大小姐已经被权力迷失了方向，即便知道前方是陷阱，她还是会失去理智的走进去。现在，该是您踏上爵位的台阶，继续往前走下去了。我知道了，我会和母亲好好谈一谈。你让我把公爵的位置交给你，让你来统治整个北令，凭什么？母亲，北境13市大旱，您非但没有想办法缓解旱灾，而是加收赋税满足自己席勒的欲望。现在王都催加粮食税，要足量缴纳粮食，必定会引来13市的叛变。你觉得那个时候是乱民先攻破维斯托卡，还是女王的部队先来将你送上绞刑架呢？你敢威胁我？我只是想帮你而已，母亲。我能解决粮食、干旱，为民众带来幸福。我现在请求您，将爵位传给我，为了我，也是为了你自己。我知道了，一切不将无所谓。北境公爵只是我的第一步，系统，接下来是该向帝都发起挑战了。